在 AI 浪潮中，高频宽记忆体 HBM 高容量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企业级快闪记忆体固态硬盘 eSSD 以及大容量进线机械硬台 HDD 这些记忆体内存似乎脱了离传统周期性大宗商品的范畴，转变为决定 AI 算力晶片效能发挥长上下文推理能力的关键物理瓶颈。近3个月的产业数据显示，全球5大记忆体与数据储存巨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日本凯霞、闪迪已从西部数据拆分，与西部数据均实现了创纪录或大幅超越市场预期的财务表现。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利好出尽后的现货利料节与资本支出过热恐慌后，正在重新审视并重构该产业的估值体系。今天我们一起来快速解读这5家企业的财报情况，看看是否能理解这些企业的高波动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有需要的人。5大巨头最新季度财务与营运指标全面核对。根据最新揭露的财报数据，全球记忆体产业正处于极高营运杠杆带动的利润爆发期。AI 服务器采购需求的强劲增长，使高毛利产品出货比重显著提升，进而带动各家公司的营业利润率创下历史新高。三星电子的半导体装置解决方案 DS 部门成为集团绝对的盈利支柱，单季 89.5 兆韩元的合并营业利润中， DS 部门贡献了 89.2 兆韩元，极大地弥补了行动通讯与数字家电部门因记忆体与面板成本上升所造成的 0.7 兆韩元营业亏损，显示出产业链垂直整合在超级周其中的内部对冲与利润吸纳能力。 SK 海力士的利润率呈现暴力化特征，高达 76.3% 的营业利润率主要源于 HBM3E 与 HBM4 出货量的大幅攀升，以及 DRAM 平均售价 ASP 季增 30%，NAND SP 季增超过 50% 的定价红利。其子公司 SolidGym 凭借 30TB 以上高容量 QLC 企业级 SSD 在 AI 推理服务器的市场渗透，单季营收实现超过3倍的爆发性增长。快闪记忆体 NAD Flash 专营厂商凯霞与闪迪实现盈利重塑，凯霞仅 FY2026 Q1 单季的营业利润 1.33 兆日元，与净利润8422亿日元，即已超越其前一整个财年的盈利总和。闪迪从西部数据拆分独立后，数据中心业务营收全财年增长达 437%， 单季更呈现强劲倍数增长，推动每股盈余大幅超出华尔街预期。西部数据在完成快闪记忆体业务拆分后，转型为纯机械硬盘 HDD 龙头，单季自由现金流达约 12.8 亿美元，毛利率创下历史新高，展现出云端进线储存不可替代的现金流产生能力。业务商业与技术突破，数据记忆体产业在经过结构重组与拆分后，形成了 DRAM and Flash 与机械硬台 HDD 3大领域专业化与垂直整合并存的新格局。三星电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IDM 厂商，凭借庞大的产能规模与全产业链覆盖优势，推动以 CNM DRAM 与 VNAND 的快速迭代。其最新技术突破在于率先实现基于第6代10奈米级 DRAM 制程与自身4奈米逻辑级除底层晶片的 HBM4 商业化量产，并成功取得特斯拉 AI5 晶片的2奈米高性能计算晶圆代工订单，展现出记忆体与代工协同的竞争力。SK 海力士专注于高附加价值记忆体的开发，核心技术壁垒在于先进封装技术 MRMUF。
该技术使其在 HBM3E 与 HBM4 世代保持极高良率。其开发的 iHBM 技术更成功将热阻降低 30% 以上，解决了下一代 AI 晶片的散热瓶颈。此外 ，SolidM 的 30TB、61.44TB 及 122TB 高容量 QLC SSD 产品线，使其在 AI 推理伺服器记忆体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凯霞与闪迪继续沿用晶圆厂合资架构，共用位于日本四日市与岩手县的晶圆制造产能，透过产能共用模式显著降低单位研发与扩产成本。两家公司的技术核心为 BICS Flash 平台，目前已实现 BAES8 218层与 BICS 93D NAND 的全面量产，横向扩展密度与成本控制表现优异。主力供给数据中心 NVMe SSD， 如 SanDisk Optimus 系列，与 PCIe 占母之安6旗舰行动储存。西部数据在拆分 Flash 业务后，专注于云端超大规模资料中心的高容量近线储存。西部数据凭借能量辅助磁记录、ePMR、Ultra SMR 及热磁辅助概念技术，成功推出 28TB、32TB ePMR、36TB CMR 以及 44TB Ultra SMR 硬碟，在云端服务商的部署率突破 40%。在替代技术风险与结构性演进方面， Compute Express Link CXL 架构对传统 DLAM 模组的补强与替代效应正在显现。CXL 3.0-3.1 规范透过实现记忆体池化与共享，允许服务器节点灵活挂载大容量 CXL DRAM 扩充核。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单台伺服器对昂贵高密度插槽式 DIMM 的依赖，但从总体看 CXL 降低了整体拥有利用成本，并激发了更庞大的数据吞吐需求，反而推升了 DRAM 的总体位元消耗。三星与 SK 海力士均已在 CXL 专利与控制晶片领域完成重兵布局，同时 QLC SSD 与近线 HDD 的冷热数据边界博弈持续进行。随着 SolidGAN 与闪迪推出 60TB 至 122TB 的 QLC SSD， 快闪记忆体正逐步侵蚀温数据，与部分高频读取冷数据市场。然而，西部数据的 44TB Ultra SMR 硬碟，在每 TB 采购成本及每瓦特比特储存成本上，对 QLC SSD 保持着3至4倍的价格优势。在超大规模 AI 数据湖与极长尾数据储存中， HDD 的不可替代性在未来5年内依然牢固。下一代 HBM5 级更远期架构正尝试将存算一体算力单元直接整合至 Base 带中，以突破冯纽曼瓶颈并降低数据传输能耗。由于5大巨头均深度参与 JEDEC 与 CXL 国际标准的制定，外部颠覆性技术短期内难以对现有 DRAM 与 3D NAND 产业体系构成实质性威胁。资本运作、股权结构， SK 海力士成功完成在美国 NASDAQ 的 ADR 二次上市，公开发行1779万股，募集资金高达 265.1 亿美元，创下非美国公司在美上市的最大规模融资记录。招募资金已全数指定用于韩国 Yongin Fab One M15X 晶圆厂以及 PKG Test 7先进封装厂的建造，以因应高达40兆韩元高段的资本支出需求。日本凯霞宣布执行高达8000亿日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并实施一拆三的拆股方案，受益于极度充沛的营运现金流。凯霞在季度内完全偿还了4075亿日元的高级贷款，资产负债表正式转为净现金状态，股东权益比率大幅提升至 51%。 闪迪在完成从西部数据的拆分后，前母公司西部数据完成了剩余750万股闪迪持股的集中市场处置，彻底清除了压制闪迪股价的股权悬顶效应。
管理层释出讯号，鉴于自由现金流创历史新高，公司可能于2026年第4季启动独立上市后的首次股利发放。三星电子维持其股东回馈政策，每季持续发放 2.45 兆韩元现金股利，本季每股374韩元，并已正式启动特别股利的内部讨论。单季 DS 部门资本支出达 15.4 兆韩元，主要用于美国泰勒厂 Tyler Fab 1及韩国本土仪 CNMDRAM 产能建制。在股权结构方面， SK Square 作为 SK 海力士的最大股东，持有 20% 股权，战略控制力稳固。闪迪拆分上市后， Capital Group 与 Fidelity 等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显著增持 SNDK 股票，将其视为比 NVIDIA 估值更具弹性的 AI 快闪记忆体标的。凯霞的前3大股东仍为 Bain Capital 主导的财团，东芝以及 SK 海力士透过 BN 财团间接持股。上市后股权结构保持平稳。在高管行为与尽职调查方面，闪迪执行长 David Goeckeler 与财务长 Luis Y. Soso 展现出严格的营运纪律，在拆分后1年内将营运成本降低 15%， 并将营运重心全面转向高毛利的企业级 SSD。 西部数据内部高管在过去3个月内执行了约275万美元的例行性股票减持，经核实属于高管薪酬计划的标准变现操作，未发现异常内部交易信号。三星电子与工会达成劳资协议，将半导体部门营业利润的 10.5% 作为特别绩效奖金分配给员工，成功稳定了关键技术研发团队。华尔街目标价模型多空博弈与技术面评价，资本市场对5大巨头的走势出现显著分化。受短期资本支出过热疑虑与机构获利了结影响，部分巨头股价在公布破纪录财报后出现回荡，形成了基本面极佳与技术面回荡的背离格局。华尔街机构对闪迪给予高达3100美元的最高目标价，主要依据为其在企业级 SSD 市场份额的急升以及高达 75% 的毛利率具备长期持续性。西部数据的目标价极差悬殊，53美元至1050美元，反映出市场对纯 HDD 业务在 AI 超级周期中估值模型建立的分歧。牛市估值模型将记忆体产业认定为结构性超级周期。Hyperscaler 客户签署的3至5年长期供货协议并附带预付款项，锁定了产品单价与高毛利，使折现现金流模型中的永续价值被显著上修。估值逻辑由传统周期性大宗商品转向高成长科技基础设施，熊市估值模型则坚持传统办。导体3至4年的周期轮动规律，认为 SK 海力士与三星的高额 Capex 投入将于2027下半年引发供过于求与价格崩盘，因而给予较低的前瞻市盈率。可透过3项领先指标监测估值转向。其一， TrendForce 每周发布的 DRAM 与 NAND 合约价变动趋势。其二，超大规模云端巨头 AWS、Microsoft Azure、Google Cloud 季报中的 Capex 资本支出指引变化。其三，主要晶圆厂12寸晶圆投片利用率与产能分配动向。多方主导逻辑强调代理型 AI 触发储存需求2次爆发， AI 推理需要的上下文窗口与长短期记忆体呈几何级数增长。企业级 QLC SSD 与 HBM4 需求具备不可逆的确定性。同时 DRAM 厂商将 30% 到 40% 的晶圆产能转向 HBM， 直接导致传统 DDR5 及 LPDDR5X 供给紧缺，产品价格持续上行。长约机制的普及亦大幅削弱了产业波动性，企业现金流状况达到历史最佳。空方主导逻辑则聚焦于资本支出过热，巨额产能扩充计划可能在2027年后形成供给过剩。此外，智慧型手机与 PC 市场
因记忆体与组件成本飙升，终端出货量受益，高端 AI 伺服器的繁荣遮蔽了消费端的低迷。中国在浸润式 DUV 光刻设备技术上的突破，引发市场对成熟节点竞争加剧的疑虑。关于西部数据与凯霞重启并购谈判的传讯，多家财经媒体报道称，西部数据正寻求与凯霞进行股权层面的合并，以打造全球产能最大的快闪记忆体实体。两家公司在晶圆厂营运上已有数十年合作基础，若并购成功，将产生显著营运效益并提升 NAND 市场定价权，但该交易将面临各国监管机构严格的反垄断审查。关于中国长鑫记忆体突破 DUV、浸润式光刻并量产 HBM2 的传闻，据工程师技术评估取得阶段性进展，但受限于多重曝光良率与物理极限，其产能在2027年前尚无法对三星与 SK 海力士的高阶 HBM4 及 ECNM 市场构成实质威胁。资本市场对此传讯存在过度反应。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市场中一直有消息称，辉达考虑下调 Rubin Ultra 晶片中记忆体用量，用于应对短缺问题。我们的考虑与总结： AI 驱动的记忆体超级周期具备高度确定性，储存需求已从 DRAM 单一领域全面扩散至其液极快闪记忆体 ESSD 与大容量进线 HDD 长约机制的建立显著提升了盈利的可预测性与资产回报率，纯粹性资产在牛市中享有更高的估值溢价。闪迪与 SK 海力士凭借在 NAND 与 HBM 领域的高度专注，其 ROE 与股价弹性显著优于业务线较为分散的三星电子。凯霞与西部数据存在极大的价值重估空间，凯霞以仅 4.14 倍的前瞻市盈率交易，且已完成资产负债表清理与股票回购，为全球估值极具吸引力的快闪记忆体巨头。西部数据则在云端冷储存市场拥有极高的定价权。44TB Ultra SM2 硬碟的放量将确保其自由现金流持续创新高。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并订阅频道。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